大家好今今天我们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大家看这个已经明白了吗？来，大家好，我是小胡子今天来蹭一下大网红的这个流量。不是，我们都是小虾米，我们平时因为一直都面对镜头，而且互相看节目就已经很熟了，我们就当是一次线下奔现。对，看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啊？智者不入爱河，可是我是个糊涂蛋。好，我跟大家介绍背景啊，今天我们也办快闪食堂啊，这个被我们广告已经搞得不厌其烦的人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做上海菜给大家吃。正好我看这个小胡子，我们有碰巧也联系上，对不对？那我也知道他的这个一些经历，我就很想请他来吃饭。我说你最好把你女儿也带过来，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你知道吗？但是你女儿也在上课嘛，对吧？对，好，小胡子，我刚才问了他一下，他说他是一个单调的人，或者用我的话讲就是无聊，因为觉得是一条线在一个方向上延展。我的想象是这样子的，好像比较画面的话相对苍白，对吧？可是你是个 YouTuber， 你又这个从中国来了大马，对吧？那么我今天就是要挖出你的故事就要知道，你到底有多单调，多无聊。可以。我其实很早就看你的节目了我一度还很就是说很羡慕你，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因为我还没开始做的话，我就开始看你了。你应该是3月做的，所以我是5月开始做。说来惭愧，我这做是做得早，但是我感觉内容远远不如你。不要这样的，真的不要这样。我还很喜欢看的。我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跟观众分享。我觉得你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嘛，就刚才也跟你讲，当然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很真实。比方说你有很早的时候你有个节目，你就教大家说，你看大马就是这样打油的带大家去，然后去交钱。但是你真实的背后有一些好，但是你带女儿出去玩，去上位老公这些我都看过。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你让人一种信任感，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他讲的话我很相信。你不可能说要求自己像人民币或者是美金一样每个人都喜欢是就是说你能够真实的表现出你自己真实的一面，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他还是比较友善的，对，他不会去说你这个人怎么样。其实虽然说我很多时候表现出来就是感觉确实是没见过世面这也和我的真实经历很接近。我本人就是比较一个单调的一个人，没有什么丰富故事的一个人。我就是要了解你的故事，还是来帮大家去挖一下小胡子连他早期的视频都没有自我介绍的一些事情和内容。我其实最开始后有简单说过一些，但是很多东西我没法细说。OK， 因为这牵扯到比较敏感。首先我目前还是中国人嘛，对吧？对，我也是所以很多东西你如果说的太直白的话，我怕这个影响到时候可能会有点大。好，大家见谅我们就聊到将近红线为止，好不好？因为在 YouTube 我尽量就是到时候你要问什么我能说的我就说。好的。小胡子，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湖南人。你是湖南哪里呢？湖南连桥那地方很小了。连桥对。我是没有听到，我就听到过益阳邵阳长沙。其实是属于邵阳。我如果说大地方就是属于邵阳，邵东市嘛。邵东连桥镇。连桥镇是个小地方。OK，我很喜欢湖南人。湖南人经常有话叫掐得苦拔得满，对不对？掐得苦拔得满，对，吃得了苦然后拔得满怎么解释？拔得满其实就是吃苦耐劳的意思，也是吃苦耐劳。就是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而且湖南人在我印象中都是比较活泼的，就不像你感觉自己有点腼腆嘛。其实我看你也有一点，但我认识湖南人都是。我本身是以社恐的一个人，我就是和人正儿的，就像我们当面打交道我是不善于交流的一个人。然后和交朋友这一块我也是不太擅长的。就是我可能我内心我本身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但是我不善于表达。在性格，因为我是做 HR 的嘛，在性格的理论上，只有内向的人就是他内心可能存在第二种状态。他就称之为说将军在帐篷里，他出来是一个样子，内心可能是另外。但是外向的人呢，通常就是内外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是非常理解你讲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解释的非常到位，你这有文化和我这没文化的人，这个差距体现出来了。没有，我是觉得你有大智慧，等一下再说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应该差不多，对不对？你也是23年啊，我23年2月份来的，我是1月份啊，你比我稍微早。你是过完年，我是大年初一。对，我是过完年立马就出来了。OK。那我们等下讲啊，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等下讲为什么到大马来，劲爆的红线马上就要来了。OK， 那么你当初是怎么选到在这里啊？为什么不是槟城呢？因为槟城很多人不觉得中文更好吗？华语更多吗？物价也更加低廉吗？我当时了解的可能是信息来源也不太一样啊。我来之前那个槟城，我其实是有了解过。我当时考虑的就是，如果槟城华人太多的话。就是对小孩这个英文啊，会不会有一点影响？因为都是说华文的话，那你和出国没出国没什么区别了。我觉得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大智慧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哪怕他会一些英文，他会觉得，哎呀，我还是简单方便吧，我还是这个图一个交流 OK 啊。但他没有从你的角度想，你是从就是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就从这个角度去。对，我当时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方案，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小孩在一个英文环境可能会更彻底一点的，尽量。虽然说我大人生活起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多，但是那你带小孩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小孩嘛。非常好。所以说我站的第一出发点就是小孩，从他的角度怎么对他有利，从这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不确定我这个当时接受到的信息对不对啊？就是有人给我反馈说，槟城华人多，经济好，又是沿海城市，但是呢，他那个消费可能要高。那我觉得是低啊。但是我现在我其实我都不能去确定它到底是高还是低，只是我当时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说，槟城的消费物价会高，所以这也是我没选择槟城的其中一个原因。你出来前在哪里？我出来前是在新疆工作啊，对，在那边做生意。你是做生意的是吧？对，做点小买卖了。做小买卖 ，OK， 那也很不错啊。稳定吗？还好吗？就是不稳定啊，就是因为那个疫情，你知道吧？那3年就是那个生意急速的压缩。OK， 所以说生意也非常不好。疫情大家都知道疫情发生了什么，那大家很多人听到过上海封城，对不对？我们自己也分享过很多。那你新疆你就可以想象是乘以5乘以10吧，我不知道你觉得呢？我不敢说，你自己去想。反正压力很大，反正压力很大。其实我们当时在上海也为新疆发声嘛，也感到很比较难受。其实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东西可能你从新闻报道也好，文字信息也好，感受皮毛，你没法感受到，真的。OK， 你是感受不到的。很多东西就是你没有亲身经历，你靠别人去描述，你体会不到的。天哪！你现在孩子回去了吗？还是在这里？我女儿是应该就在未来的3、4天就会回去。我是想着怎么了，再去给我女儿去学校请个假，就不给她办退学，就给她办一个休假。我是想着万一啊，我如果侥幸能在马来西亚存活下来，我可能以后再把我女儿接过来啊什么的。但当然，如果我自己都生存不下去的话，那我可能就也只能是打道回府了。但是我想着去给她学校做一个休学的这个请假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等一下我们把重点呢，就更多去了解一下小伙子未来的计划，大家也可以一起再帮你，通过我的这观众，还有我们再帮你再想想。谢谢。我原本呢是没有考虑过带小孩到国外读书的。OK， 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以我的条件啊，是不足以带小孩到国外去读书的。虽然说我希望小孩到国外去读书，但是一直不敢想，因为我那时候的了解的资讯就是说，你如果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的话，一年啊，一个小孩最低是50万人民币起步，那我2个小孩呢，就是得100万一年。那你根据我当时的经济状况，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敢想象。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就是疫情封城啊，在家里天天没事嘛，偶尔刷到一些视频啊，当然是国内的小红书啊，不是 YouTube， 因为在国内我是看不到这个 YouTube 的。
无意中我了解了几个视频，他说哦，马来西亚它也是有国际学校的，而且费用比较低廉，也是英制教育，而且它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对小孩的全球视野可能会有帮助。其实当时这些还是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费用，我打听查了一下，哦，好像这个费用的话，我们两个人如果努力，甚至是说卖个房子呀什么的，咬咬牙能把小孩培养到大学。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就是觉得啊自己可以给小孩多找一个出路。其次就是在疫情期间，每天那个学校上网课啊，要在那个视频，就是打红领巾，唱什么歌，宣誓，学一些我觉得没有用的东西。我也真的没有啊。然后呢，那出来之后带小孩出来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实话实说啊。当然我之前的也没有说假话，我只是说，就是尤其是一个人带小孩出来读书啊，我当时也和很多人想的一样，就是说把小孩带到国外之后，他的英文进步会非常快。OK，经过这2年，实际上他有进步了，确实是有进步，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快。我当时想着就是他在学校里可能这个英文环境对他英文进步很大，实际上是，大部分时间小孩在学校他还是和说华文的同学在交往，甚至是最开始来可能和说华文的那个同学交往的频率都不够多。他最近呢就是这2年了嘛，最近半年可能就是终于是正儿八经的交到一些真心朋友了。头1年其实都没有什么朋友的，小孩其实过得也很枯燥很孤单。你和你小孩嘛，相当于你们3个人，你觉得再回看过去2年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其实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感觉就是说不出来，我感觉变化很多，但是我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语言把它说出来。我想一想看怎么最简单的。我不后悔。我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量，这是但是这个不后悔了，是针对我个人。在一方面不后悔。如果是考虑到我现在的一些变故的话，我其实有点后悔。懂你。其实我刚才还有好多东西想说的，就是我为什么说出来前和出来之后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分居2口子啊，一方在带小孩，一方在国内。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大家还没出来或准备出来的，这方面一定要考虑清楚。是。你要么就是2个人一块带小孩出来，不要1个人带小孩出来。不光我的例子，我周边。是吗？真的是。我有很多观众都知道了，还有很多人联系我说让我来劝劝你。就是我现在也在做 YouTube 嘛，我知道在公共平台有时候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负能量负面的一个东西展现给大家。就是你看我好嘻嘻哈哈的，我做节目也是尽量就是给大家展现的比较阳光积极一点，但是在没人的时候或镜头后面，就是很多那个忧伤也好什么，只能说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的消化。那天你也提到这一点，你说有观众跟你说，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弱者，对不对？大家都希望你展现正能量一面。其实我不太认同。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想法。可以。我觉得自媒体跟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特点是展现真实的一面。那你和一个机构，它要宣传什么，它要弘扬什么，它有它什么的目的的差别就在于真实的力量会比它更大。实际上我之前有做了一期那个节目，最后下架的原因，首先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网友他说，就是你在网络，这个网络不是法庭，很多东西你自己私下就行了，你说出来也没人同情你，然后你要就是强者嘛，他只会去慕强，他不会去同情弱者的。首先我是赞同他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不要太公开了这我觉得他这一点说的很好啊。其实这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看有很多留言，
他在骂我的老婆，和就是说的很难听，这也不是我想看到的。就是我视频说的，我不是说来讨伐我老婆。其实我说句良心话，我老婆也好，或者是我老婆的家人好，就是在以前啊，其实在各方面对我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老婆以前也是对我非常非常照顾的，所以就是人虽然说有可能会变起来，你可能也控制不了，但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肯定是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肯定是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到位的，或者说让他觉得不开心的，导致就是发生后面的一些变化。趁着现在这个传播范围可能还没那么广啊，我干脆就把它下架算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影响太大了，万一到时候对我老婆可能会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影响，我也不希望去影响她，好像给她带去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其实这不是我本意，毕竟我们在一起10几年，说实话，我感情是很有感情基础的。我跟我老婆在商量离婚之前，说实话，我们真的就是模范夫妻。10几年，别说打架了，吵架都没怎么吵过。会不会因为就是吵得太少？我开玩笑，因为我们俩经常吵。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抱怨点，就是可能对不起，10几年没有分开过，感情特别好。突然这一下分开2年了，他来的也很少嘛。所以这个距离和时间可能会影响两个人的，比如说性格呀，还有就是这个联系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了。慢慢的。他也习惯了他一个人和朋友之间相处的那个生活环境。我呢，就是带小孩，你知道，尤其是带青春期的小孩啊，也有压力。尤其是我还要面临一个压力，就是说，亲朋好友的风言风语，说我一个人带小孩在国外，然后那个要靠老婆挣钱什么的。其实我只是说出来之后我才没有工作的。我出来之前我是一直有工作的。但是就是这个风言风语听久了嘛，我也会在我老婆对我有一些态度各方面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不好的态度，就是难免他也会受到影响。就是情绪嘛，就是说你在面对你本身这个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面对一个自己什么都不熟悉的环境，你还要照顾小孩，我也不太敢每天出去跑啊什么的。我说，其实你想想看，他在国内可能他受到别人的影响会比你还要大，那是肯定的。因为他周边的那些朋友可能时间久了，今天跟你说一句，明天跟你说一句，然后再自己看一看那些毒鸡汤，对吧？可能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东西我能够理解吧。所以说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其实不是我想要的。那你回头去看的话，你为什么觉得自己的生活单调呢？我没觉得，因为你看啊，首先我是一个陪读爸爸 ，OK， 我周围来的绝大部分都是陪读妈妈，OK， 所以我也不可能说天天去找那些陪读妈妈去聊啊，或者是去玩啊，对不对？你是指到了大马以后，你觉得生活是单调，还是说我在国内国外都一样？小胡子以前你也是，你觉得因为内向？主要是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我觉得和别人聊天说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和别人去沟通。那排除人际关系呢？我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吵闹，就像你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什么酒吧呀、夜总会呀，那些比较流行的那些娱乐场所，我一概没去过。还有些什么原因会让你觉得自己说单调吗？你要非要说再加一条，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自己这个觉得自己如果天天去外面社交就意味着要花钱嘛。可能我在这一方面可能比较，按我老婆对我的评价是太抠了。对不起啊，如果我太太听到我这样讲，肯定会讲我爹味了。但是我想讲一下我的想法啊，就我听上去，你是因为你的这个内向的个性嘛，然后以及你受到的这些评价和自我评价，你造成了一些
就是对你自我的一个判断造成了一些影响。对不起，我就说直接点吧，就是你因为这个社交这个事情，你会有些自卑。这不是一个坏词的自卑啊，是一个中性的，因为自卑是每个人的动力。其实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从小就自卑，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我从小就是跟着，比如说，但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在公网上说过啊，包括我自己的频道我都没有跟别人聊过，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嘛，可能多少这个心理啊。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一点不健全吧。不，你不要这样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我觉得那只是特点，那不是缺点。OK，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都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去社交是因为你选择了不社交，你觉得不社交其实对你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就可以回避去面对，我如果社交别人拒绝了我，或者他会讲我怎么样，我不要听的那些东西，那这个渠道就会被我关闭掉，因此对我有好处，我会不这样做，他才会这个事情才会让你感到舒服。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的生活我说我单调啊，我在这其实也没什么朋友，反而是最近这一个月我可能认识了很多朋友。对啊，因为我走出来了，所以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你像我在国内是什么情况呢？我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都是围绕着我老婆在转。虽然说我老婆就是说你可能你没见过啊，就可能她不是一个外表特别出众的一个女性。我见过，但是有一集节目就是你骗小孩子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妈妈要来啊。对，但我对你那期节目很有意见。我觉得你玩弄了你小孩的感情。我没留言，但是我很有意见，因为让他们突然哭，我有点不忍心，你知道吗？OK， 不好意思，我们说下讲，这我见过。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都问过我，他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爱你老婆呢？就是他感觉我们两个人好像，就是如果按传统的世俗眼光，好像不太搭，你知道吧？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老婆她有她的优点，她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特别好，就是这种感觉我从小是没有的。我知道，所以我就感觉我就离不了了，你明白吧？我们其实都需要一些东西去治愈我们的童年你知道吗？就我有个学心理学的朋友，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想想看，他讲的结论是相反，他说自由恋爱找的都是冤家，就说跟你不一样的人，因为你缺了这一块嘛。在另外一半身上，我们往往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他可以弥补我心中的一个空洞，另外一个所缺失的东西，所以我在追求他的时候才会很向往嘛。其实是我老婆追了我2年。那可能你也有他缺少的东西啊，他很欣赏啊。其实我也不确定他到底那个时候喜欢我哪一点，反正我是被他感动的就是一塌糊涂所以说到现在走到这一步啊，就他变得对我冷漠也好，冷淡也好，就是我觉得我心理上很接受不了，很难受，一直走不出来，就是哎呀我感觉很难受，走到这一步其实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可是你要知道，因为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我们本意我也希望你不要介意不介意，不是要来探讨你们这个私人生活，但是我正好有想到就是任何事情它其实都发生的都只是事实嘛，它是发生了，当我们接触它的那一刻，我们才可能向后去看。我现在也就我是很希望你可以走出来。我是在慢慢的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在尝试着忘记原来的2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生活。但这需要一点点时间。是虽然说现在我们2个已经商量好了，就是离婚协议也好，以后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都谈好了。实际上我内心就是有一些网友可能留言说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其实我一点都不相信。我觉得如果我和我老婆以前那么好的感情都能分的话，
我也不相信我再能遇到更好的，或者是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是觉得我再也遇不到真正的爱情了，反正就是这种感觉，我可能会一个人一直这样过下去吧。我觉得你不要给自己一个答案嘛。我未来到底会走到哪一步，我不确定，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么个想法。OK， 我的意思是说，你让自己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带小孩也可以很好，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也可以是很好，但是你不要给自己一个定性，说，哎呀，我小伙子就在感情这条路上就完了，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我的理论尝试用一下，就是你老婆也在做让她感到开心的事情。我不是说她不喜欢你了，所以她才感到好，而是说那样做让她感到舒服，她觉得我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她才会那样去做。但是对你来说，你也只能做接下来让自己每天感到那种被满足的、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不要预设说 OK， 我一定能找到一个人，这就证明你看，你跟我这个分开是错的，或者我还能得到更好的婚姻，没必要，不是为了证明我还能找到更好的，拿两个来比较这样子，只是说我们正常去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它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能够安然的接受。我替你，我就是站在你的角度，我会这样去想，所以哪一种都可以，是。其实我老婆，我觉得她可能只是变得贪玩一点，像你刚才说的，不要有这个比较，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分开之后呢，我倒是很真心的就希望他能过得好，但是我呢，我不一定能再去发展第二段感情。我觉得我现在以我现在真实的想法，就是我不会再去找了。但你可以把 YouTube 做得很好。YouTube 这是我在尝试能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想留下来，因为我到时候还要供我儿子嘛。如果我给了自己半年时间。就是这半年时间，我如果能在马来西亚，比如说能找到一个能生存的方式。你的视频里没有交代的是，接下来就是你们一人带一个吗？是这样吗？就他带女儿，我带儿子嘛。但是你女儿就要回去，是不是有点可惜啊？可能是这个价值判断，但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她毕竟也来了国际学校2年了嘛。没办法呀。我要是现在是个富翁，对吧？没有经济压力，那我肯定我2个我都留下来了。这就是有时候你得向现实低头啊，就像我以前也你知道我之前拍过一个燕窝的那个视频，我在就是卖燕窝呀，就是做视频，在视频里让大家来买我的东西啊。我以前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你为了向现实妥协的话，我不得不做一些以前自己讨厌的事情，这个没办法。所以就像你说，我女儿现在回去很可惜，我也知道很可惜，但是以我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经济条件，我没办法呀。你女儿愿意回去吗？还是就是说心理上可以过得去吗？接受吗？还是怎样的？其实有时候就小孩有时候他不懂事的时候嘛，让你很头疼，但是他有时候懂起事来也让你很痛心，这种痛心就是自己很难受的那种。明白。他其实他是想继续留下来，但是他也知道我们的事情，他也知道我这个情况，所以说我记得他昨天他还在车上，我记得他放学的时候他还跟他哥哥说的，他说哥哥你一个人在这里，你到时候要他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为了能让你在这好好学习，我现在选择回去了。哎呦，简直是！就是有时候小孩懂事的时候，他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吧？你又改变不了，所以很难受。不好意思。是，可以想象的。不好意思，没有，可以想象。我们这样想吧，就小孩还是有无限可能，他可能过几年还可以再出来，然后毕竟现在回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想着尽量多去外面跑一跑呀，拍拍视频啊，
或者做一些哪怕是以前自己很反感的事情。我也希望留下来，我也希望留下来的同时能做一些有收入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我女儿不办退学，是办休学。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再把她接回来。当然，如果做不到那一点，那我没办法，就这个意思。那你跟儿子怎么办？还是会留在这里吗？我儿子，我现在最起码，他这一年我还是没问题嘛。但是以后的话，我就不确定，现在是个未知数。所以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在这过不下去的话，那我也只能跟我儿子说抱歉了。但你如果回去的话，有收入的方法吗？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去要一些账目吧，因为我以前不是投资的一些生意，账一直没要到，这是一方面。然后，如果在这实在是待不下、留不下的话，那也只能回去再重新想办法。但大马我知道你用的是学签嘛，是吧？可以陪读签，应该是不能工作，不是？实际上它是，我了解的不太准啊。实际上我昨天采访了一个陪读爸爸，他是说，做生意其实是可以做生意的。但是太细节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考虑嘛，所以我问的不是太细。或者帮中国公司，或者说海外的公司，不是帮大马公司工作，是不是可以的？因为你的收入不行，产生在其他地方。你只要牵扯到发公司和这个，它就不行。比如说我在你这工作，你给我发工资，这个就不行。那如果换做工作签证？工作签证肯定可以了，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哎，不好意思啊，刚才这个情绪一下没控制住。所以除了做视频咯，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按我目前做视频的这个情势来看，我觉得养活不了自己。对，其实我们做视频其实没有什么收入的，对，尤其是我现在这个播放量呀什么都很低嘛，他那个一天几块钱，我觉得根本就不够。可能还是要得有个什么生意会好一点。这里毕竟大家做中小的这种生意还蛮多的，能不能想办法解决到一个什么？我现在是在慢慢的去了解，就是这半年时间在拍视频的过程中，我也看能不能有别的一些收入这个事情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现在目前能做的，我觉得就是拍视频嘛。虽然说我现在拍视频的水平也不太行，但是我在尽量的去调整和慢慢的去改吧。这也就是我来向你学习的一个出发点。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需要向你学习。我也不是很成功，但我们刚刚分享的，我就是觉得你其实有很大的智慧，你方向感很清楚的，你知道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还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推动自己，不论什么样的困难。你会明确这个方向，而且你又很乐观，所以我觉得你有很大的智慧。就是如果说原先你说你生活很单调嘛，我的想象中就是一个麻线，然后背景是很苍白的白色的。但你不知道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从你的描述来说，你到了大马以后，你那根线好像分出了很多线头，散开来是五颜六色的，至少是精彩的。虽然说生活多了很多你不想要的其他的变化，经历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就像那个吃海鲜那个一样，我也是头一次。就像今天到你这吃这个上海餐，我也是头一次。我很多头一次都在大马实现了。我也是。在国内的话，我基本上没有社交，我可以说是10几年没有社交，就是天天就是跟老婆在一块，跟小孩在一块，家里和工作的地点2点一线。没有任何社交。我知道很难哦，但是比方说半年1年，你能不能就把这个时间段作为一个，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在这段时间让这个精彩变到不单精彩，而且你还成功的养活了自己，养活了小孩，甚至于把女儿接回来。我觉得还是有路了，但我们一样要解决。我感到目前你最大的绊脚石是签证的问题，因为找工并不难嘛。你把身份搞定了，就是说正常的一个签证拿到手以后，再去看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你接下来的计划呢？或者有什么
那个请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帮忙出出主意的，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我现在拍的那些视频啊，我感觉可能还是方向没选对。我觉得我后期我可能会去尝试，吃喝玩乐呀，就是拍这种。哎，大家给些意见啊，小胡子带大家去吃喝玩乐，去跑跑看看。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吗？我刚已经跟小胡子分享了，我说我会很喜欢看，为什么？因为小胡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可靠、诚实，而且他真的能够带上一种第一次去观察的视角。但是不专业，不用专业，就真实的，越真实越好。这什么东西？然后看一下，弄一下，我觉得你就会让人有超强的一种现场感和真实感。有一点是肯定的，就一定是你舒服的，也一定是真实的啊，不然你看某些做成了很大的号，突然塌房，就不真实嘛。所以演的成本是很大的，是很累的。所以一定是让你舒服的，一定是真实的。我觉得你去做吧，我们都爱看的呀。我会在未来各方面都会去尝试一下。看，当然如果有观众给我指点一下，或者是像你们这种前辈就做这个 YouTube 做的比较成功的，指点一下，那我肯定就更好。我也没有很成功的，我就想大家来给点意见吧，给小胡子一些意见，至少就是我是觉得你的人生已经不单一，这个不乏味，我觉得至少是精彩，因为它至少是多样化的。我最近这1个月，我觉得我还算充实了，就是每天。对，虽然说有很多负向的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但你知道，像我们外人，如果过成你这样的人生，换一个角度来想，至少是真他妈精彩，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没想到，然后接下来你要在这个精彩上，就是偏要就是说老子活出点